们今天来到了整个北美大陆的最东端。Hello， 大家好，我们见到新西兰的机主 Jack 了，把我们这套哈苏2D 交到他的手里面。So here is the big black box。这里面还有上一个人的照片呢。那对，有点沉啊，有点沉。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一次全网独一份的相机漂流挑战。2台1亿像素的哈苏 X2D 相机需要经过陌生网友的接力传递，走遍全球从0到东西12区的所有时区，并在特定时间按下快门。从24年初漂流启动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400多天。他们经历了4季轮转，也见证了大海山巅。这期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和波折，一度让我觉得这个计划不可能完成。而直到前不久，最后一站机主带着漂流箱从南太平洋归来，我才意识到这漫长的旅程终于画上了一段句号。他回来了，哇，他回来了，不容易，不容易，请进，请进，请进。而本期视频，我想请各位和我一起见证一下25站机主拍下的这个世界的样子。OK， 朋友们，那么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先把2个漂流箱，哇，震痕累累啊！这个久经考验的漂流箱完美的保护了相机，全球漂流下来，除了多了一些使用痕迹，2台相机的功能都一切正常。那刚才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独一份的漂流？因为首先我们漂流的时长、跨越的国家以及距离也是史无前例，绕了地球各种各样的圈儿，一直在绕，一直在绕。那之所以这次漂流这么慢，是因为各国的海关政策还有快递，就最慢的一站花了差不多1个月才寄到，而且它的花费也非常高，我们平均每一站的运输加清关都要大几千块钱。包括其中还有一站直接翻车了，就是在孟加拉那站，原本有一台 X2D， 直接到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这台大地探索家版其实是我们后面又加进去的。那如果我只有1套相机的话，可能没有2年这个漂流都下不来。那我们这次的选人依然是随机的，一共全球24个时区24站，差不多有6000位网友报名，他们很多人都不是专业摄影师，甚至有的干脆就是第一次摸相机，所以他们在待会儿的照片展示里有很多都是完全没有修图直出的。不夸张的说，这次24站的照片真的让我都大开眼界，就是看到了各种我以前没见过的风光、人文、景象，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漂流依然没有任何主题上的限制，但每个人都要在北京时间6点到7点之间拍下一张照片，作为全球天涯共此时的一个记录。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东八区出发，用1期视频的时间足不出户的探索这个世界。第一站去到的是新加坡，那新加坡这时候可以看到正是一个日落的场景。3月末的这一周里，新加坡的天空像是忘了如何调色，总是蒙上一层灰蓝，仿佛被谁的呼吸吹散了一点点鲜活的光。没有双橘色的翻涌云霞，热带海滨的风景似乎也失去了拍摄的理由。但就在相机即将传递前的那个傍晚，我站在莱佛士灯塔旁，凝望远方马来西亚的城市轮廓。层层叠叠的高楼就像是被涂抹在水天交际处的剪影，取景器画框中央立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天边的云不知为何忽然渗透出一丝光芒，像是灯罩下的一盏柔光灯泡，悄悄地把黑夜推迟了片刻。我想起了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摄影师的快门只需要在最微妙的那1秒按下，就足够将生命的某个切片凝固为永恒。从东八区出发向西走，来到泰国。
那这站当时是在泰国清迈，那当时的泰国还没有现在互联网上舆论这么多，他拍到的很多都是这种人文的气息，像是列车员啊，然后街头的艺人啊。作为这次相机全球漂流的参与者，我当然想要尽力呈现我这一站的魅力，但同时我对其他23位小伙伴的作品也充满期待。这其中的一些地方，可能我们这辈子也没机会亲自去看一看，但清迈这些年的生活教会我一件事，其实我们身边一定都有动人的风景。这就是我想用这3张照片传达给大家的美好、善良和纯真，就是我对清迈的印象，也是我会铭记一生的风景。顺着泰国继续向西，我们原本的漂流计划是东6区的孟加拉国。那经历了孟加拉的失败，我看了一下东6区的其他国家，我感觉也不是非常稳妥，所以我干脆就小小的做了个弊，带着这个相机去到了马尔代夫。那马尔代夫其实是东5区，但当时我住的这个岛，它是按照东5.5区的时区来算的，某种程度上就当东6区吧。马尔代夫真的是我去过了这么多旅游目的地里海最美的景色之一，然后这个照片也几乎没有做什么修饰，这个颜色就是我肉眼所见的颜色，你就在那儿待着，就会感觉城市里的那些烦恼就远离了你。那从马尔代夫再往西的真正的东5区，这张照片一整个全都是山，然后在山中间有非常小的3个人。那这张照片是东5区的巴基斯坦，来自于世界第2高山脉。喀拉昆仑山脉孕育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非极地冰川，比如从 K2 乔格里峰上发育的保特罗冰川。任何想要接近乔格里峰的人都需要连续数日在这连绵不绝的冰川上艰辛的徒步。随着海拔的升高，冰川也变得愈发纯净，宛如大理石。虽然烈日当空，紫外线强烈，但从冰川上吹来的冷风却让人瑟瑟发抖。只有在有人出镜作为参照物时，才能从平面照片上感受到冰川的庞大和人在其面前的渺小。离开巍峨的雪山，相机的下一站来到中东。这是东4区的阿联酋，这位老哥呢，应该是在当地从事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所以他记录了很多在当地这种中阿之间文化交流和表演的这些照片。当天呢，我是因为工作在阿布扎比文化中心这里。这个文化中心呢，它是日常举办各类文化推广活动的一个场所，也是当地政府向民众展示阿联酋文化的窗口。按照咱们相机漂流计划指定的这个时间段呢，当天中午我是顶着这个当地40度的高温来到了建筑外围进行拍摄。当我正准备拍摄建筑物的时候呢，有一位身穿白纱裙的小游客兴奋地奔向剧场，我随即按下快门记录下了这一瞬间。这都是你拍的啊？对，都是他们拍的。可以啊。不，相机好。从富庶的阿联酋离开，我们来到东3区。那这张照片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张，也门的索科特拉岛。索科特拉岛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它是在亚丁湾入口下方的一个小岛，整个岛主要就是以旅游业为主。那之所以在这么多张照片里边，我选择了这一张，是因为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在一棵瓶子树上面呢，是有一个比叶的这样的一个小姑娘。那这棵瓶子树呢，是也门这边或者说沙漠地区特有的一种耐干旱的植物，每年只在3到5月份之间会盛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小姑娘。那在当地的小姑娘呢，其实基本上她们在14岁左右的时候就要嫁人了。她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有这么多的娱乐，有游戏也好，玩具也好。我们再去到
壮观的龙血树森林的时候，我们刚从一个峡谷上来的时候，而这个小姑娘呢，我们在停车的时候正好看到她在爬树，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或者说为数不多的几个娱乐项目之一。那恰巧就在这一个时刻里边拍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拍摄这张照片并不是想歌颂苦难，因为我只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知道，在世界的其他的角落里边，它有很多的这种生命，虽然它生长的地区非常的艰辛，但是它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接下来相机继续向西，我们来到了欧洲，这是瑞典的哥德堡。那要说明一下，因为很多国家都会有所谓冬令时、夏令时这个说法，有时候是冬2区，有时候是冬1区，它会不断的变。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欧洲的核心城市在这一时区汇聚，历史长河在这里奔涌向前。如何用镜头捕捉其绝对精神？思虑再三，我决定应好友之邀前往哥德堡，用产自哥德堡的哈苏记录下这属于北欧的瞬间。与西欧波澜壮阔历史不同，北欧一直更为低调内敛，民族性格与国家风格高度融合。怎样能够展示北欧模式这一种独特的社会架构的精神内核呢？踏访哈苏工厂后，与朋友从轮渡返回哥德堡市中心，光影交错间，我想我找到了答案。轮渡来时，我慢慢转动镜头，拍下了这张照片。漠然的河水与碧蓝的天际线构成了画面的主色调。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融，北欧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与现实和解的可能性，在默默中缓缓向前。从瑞典向西南进发，相机来到荷兰。那这一站的机主也是非常有故事，我随机选中了一位空乘人员，所以他就带着相机直接在某次他的航班里一路飞到了阿姆斯特丹。这一次的拍摄，我记录了我的飞行任务。可惜拿到相机的这2天天气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决定回到我的舒适圈，拍一拍我工作生活中的风景和同事。这张规定时间里的照片是我们驻地附近的地铁站台。阿姆虽然那时已经11点了，但是充满松弛感的荷兰人民还没有醒，路上也没有多少人，所以我拍了我等车的站台。我从这个站台出发，看着这个城市慢慢醒来的样子。阿姆斯特丹是我入行以来执行最多的国际航班，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它给我的感觉是放松，是好逛的，是美丽的。希望我的照片能让大家感受到它。荷兰继续向西，我们来到中时区。我们飘到了葡萄牙的科英布拉。那科英布拉这个城市其实我也有点陌生，它是一个很老的古城。在这个场景下可以看到是几个学生，这应该是大学新生吧，正好在这聊天，他就抓拍下了这个场景。我出门拍照，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科英布拉大学正在举办的传统开学季的活动。作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科英布拉大学创立于1290年，拥有非常丰富的传统学生活动，尤其是在开学季和毕业季的时候。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当时我经过一间酒吧，看到3位法学院的学生站在那里交谈。这个校服呢，也是《哈利波特》这本小说当中描绘的霍格沃兹的校服的灵感来源之一。因为杰克罗琳之前在这个学校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所以他也吸取了一些这个学校校服的灵感，写进了《哈利波特》这本书当中去。看完科英布拉，我们先不急着继续向西，而是把目光转向东半球东九区。那这张照片还是很有地域性的，而且是樱花季的时候，路灯的夜樱的场景。作为一名生活在京都的和服摄影者，樱花季原本是我最期待的拍摄时节。这次我满怀期待地拿到这台哈苏相机，却因为拍摄许可和连日阴雨而屡屡受挫，计划也逐渐化作了焦虑。
那天夜里，我从清水寺的石阶走下，正在思考是否应该改变拍摄方向，却偶然遇到了这棵静静矗立在路灯下的樱花树。灯光洒在花枝间，画面安静又温暖。那一刻，我停下了脚步。比起十全十美的计划，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也许更打动人吧。从日本出来，直奔东石区。那这张照片真的是我觉得在人文和构图和摄影美上非常突出的一张图。它是在悉尼歌剧院，然后这张照片它的原图其实是一个很广的照片，但因为哈苏1亿像素，所以它硬是从照片里裁出了这个片段。我当时是在悉尼的地标性建筑悉尼歌剧院进行拍摄，拍摄当天就突然下起大雨，游客们纷纷躲进歌剧院下方的一个走廊中避雨。这时候我看到一对恋人，他们没有选择和大多数人一起在下方避雨，而是驻足在歌剧院的上方平台继续进行交谈。他们在形似贝壳的歌剧院前形成了非常完美的剪影，仿佛整个世界就只有他们2个人。于是我赶紧抓拍下这特别美好的一幕，多亏了 X2D 的1亿像素，让这一幕成为可能。离开澳大利亚，大洋洲的下一站是隔海相望的新西兰。我们已经到奥克兰机场了，他们现在接上头了。北京时间换算到这些地方都是晚上，所以他们的拍摄难度还是挺大的。这是一条从城市通往郊区的路，一年也走不上几回，更别说是夜里。拍摄要求是我这里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了1周的雨呢，总算在这天迎来了久违的放晴。那一晚，一颗颗肉眼可见的星星在向我招手。我一路向东，开到这段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路灯，前方一片漆黑。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打开远光灯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十字架，心想就是这儿了。来，我们来记录一下现在拍摄现场。有车、相机，这是主体看不见啊，是个教堂。那个晚上，我第一次真实的体验到偷感这个词。后来白天用地图查看的时候，才发现晚上陪伴着我的除了农场的奶牛，还有那扇小门后面的30-40座墓碑。毕竟是个教堂嘛，一点也不怕。离开新西兰，我们来到太平洋上位于西石区的另一个知名岛屿夏威夷。随着来到西半球，机主们的拍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阴间。天气已经没有特别好的风景在这个地方。这边下面有那个隧道，太乱了。那么接下来看了这么多海岛，让我们去西九区的北极圈看看。零下35度，在北极圈的黄金之心费尔班克斯，我度过了极冬天、极地、木屋、篝火、极光、小狗、雪橇于一体的旅行。晚上基本没有光污染，因此凌晨是最有几率看到极光的。我们预定了 Borealis Base Camp 的 Cube 度假小屋，凌晨1点多，我们终于成功看到了极光在云层里跳动。这是我们2人人生第1次看到极光。在 X2D 的加持下，我们用最高的画质记录下了这个最美好的瞬间。有记得 Lynx 在某期视频里说过，2个人能一起看到极光，那他们就会永远幸福了。无独有偶，说到极光，这次西半球还有一位机主
也拍到了极光。格陵兰岛，那格陵兰岛也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对于游客来说，这样的照片肯定是非常美的。但叶老师其实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的拍摄感受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哇，那边又爆发了，你看，就是在这个后面。今天的极光还是挺强的。看完了北极的冰山，让我们回到美国的西海岸西巴区。来到西巴区，也就是加州附近，但是这张照片并不是加州，而是内华达州。作为一个热爱旅居生活的人，这个夏天我辗转于美国西部的几个州。本以为这次的拍摄任务会让我将镜头对准泰奥湖的湖水、内华达的广袤平原或者优胜美地的山谷，然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场景。由于拍摄任务有时间限制，我在最后几天才得知照片必须在凌晨2到3点完成，于是突发奇想，决定走进内华达州的另一面。山上的居民区夜晚静谧如水，而在下山后的赌场里，人声鼎沸，灯光交织。拍下这些场景时，我感到自己仿佛穿梭在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内华达的夜晚以它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另一个故事。从西八区来到西七区，在北方的加拿大同样有着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班夫国家公园，我也是看了它的这个漂流，第一次知道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因为这个时间也是凌晨3、4点钟的时候，所以他呢也是选择拍了这个银河的这么一个夜景。现在是加拿大卡尔加里，散步时间2点多，快3点。漂流来的哈苏，灯在那里，等会我会自己上去。看完风光，跟着相机来到西6区，继续深入北美大陆。这张照片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这站机主他真的很勇啊，他居然敢在凌晨4、5点的时候到美国外边去拍摄啊！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正经的拍摄就交给了哈苏。我不会摄影，是真的不会。第一次拿起相机时，我甚至不知道镜头盖怎么拧下来。问了朋友后，他调侃我说：“哟，你这起点还挺高。”那时我刚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什么朋友。记得那天我2点半起床，花了1个小时做心理准备。我深吸一口气，踏上了空荡荡的街道。第一次开车，第一次上高速，第一次赶上雨夜。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漫无目的地往前开。黑暗中猛地看见一座桥，桥那头的繁华吸引了我，像是某种召唤。我把车停下来准备拍照，却发现另一辆车停在附近，车里还有人。兴奋瞬间被恐惧取代，我躲在车里等他们离开，一边胡乱想到，要是他们突然回来，我把最值钱的相机给他们，能换条命吗？所幸那辆车开走了，我跑到桥边，慌乱中按下几次快门，又迅速躲回车上。离天亮还有20分钟，我驱车返程，路过一个房子，在推开门的瞬间我愣住了，外面还是黑夜，里面却亮如白昼，温暖又宁静。我抬头望着穹顶，突然有些想哭，整晚的恐惧与焦虑仿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按下快门，心中明白，这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完成了对自己的探索。
如果你翻看照片，你会发现我的摄影技术确实智能，但这些照片里装着我最真实的故事。西六区的机主完成了一次传奇的拍摄体验，而相机的下一站是美国的中心西五区。嗨，大家好，现在是凌晨5点的纽约，看到我们来到 Staten Island Ferry， 正好日出时间，我觉得会有朝霞，应该可以期待一下。一提到纽约，大家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那种宇宙中心的种种画面。我回想起之前乘坐纽约轮渡的经历，一路上既能够看到城市的宏伟景观，又能够看到许多通勤的当地人，这是一种反差，一边是纽约的繁华都市，另一边是这个大都市背后那些平凡生活的人们。6点钟的轮渡已经坐满了通勤的人，日出的暖光照耀在这些人的脸上，这些人对这些风景已然祛魅，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纽约的繁华从来也只是一些人的繁华，更多的人则是平凡地生活在这座巨大的都市里。看完纽约的日出，让我们随着相机一起来到北美大陆的最东端。因为加拿大它在美国上面嘛，然后它更东一点，所以这个位置就是北美大陆最东的那个海岸旁边，然后旁边就是这个大西洋。我们今天来到了整个北美大陆的最东端，斯皮尔角 Cape Spear， 天气不算特别的好。这是位于纽芬兰岛的斯皮尔海角，是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大陆的最东端。当得知我需要在早上6、7点钟拍摄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里。虽还未到冬天，但北大西洋的海风早已寒冷彻骨，那此起彼伏的海浪也肆意地拍打着礁石。当海面上终于透出一道金光，我按下了快门。虽还未感受到阳光的温度，但我知道北美大陆全新的一天就此开始了。相机在北美大陆飘了这么久，接下来终于去到了南美，阿根廷。这张照片严格其实不是早上拍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选作了封面图。这张照片就感觉特别有拉丁美洲的风采。等待相机抵达的日子里，我在脑中数次预想拍摄鲁鲁和玛丽亚诺的场景，橙色的聚光灯，也许半隐在黑暗里的面孔，也许缕缕缭绕的烟雾。早在11月3号的一次烤肉聚餐里，我们便安排了大致的拍摄行程。闲聊中又提起了他们不可思议的经历：9年前在上海因探戈相识，5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相知，并决定一起相守探戈人生。最终的成片让鲁鲁、玛丽亚诺以及探戈舞场的主人都很喜欢。现在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满足。漂流的最后2站在地球的两端，让我们先去看看西1区。那这张照片其实也是拍在了葡萄牙，是葡萄牙的马德拉岛，这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外边海里的一个小岛。巡江之旅并不会因为晴朗的天气或平静的海面而变得更加顺利。从8点出海到现在，已经在海上转转悠悠了1个小时有余，害羞的鲸鱼却始终只肯在船的远处转悠。此刻，船长却惊讶地发现，一群海豚正在成群结队地向我们的方向靠拢。豚群在大西洋的碧波中自由地驰骋，多么聪明又美丽的生物！这段时间，我一直处在某种淡淡的消沉当中，而此刻，生命的鲜活就在我的眼前绽放。
成群远去时激起的余波在阳光的照射下又金又绿，像是1000只手在向我道别。生命中无时无刻都有这样摇曳的双手撕扯着残存的记忆碎片，而定格下的瞬间或许真的能成为永恒。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漂流了全球的22个时区，而整个漂流的最后2站东11和西11区是由同一位机主单人完成。 Okay, it's a video. 虽然风光很美，但这2个地方的凌晨时间想要到外面去大摇大摆的拍照确实有点难度，所以我让它比较去自由发挥了一下，毕竟还是安全第一。那让我们欣赏一下这2个太平洋岛国的异域风情。如果各位觉得还没看过瘾，那这次有好几站的机主都做了自己漂流的专题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他们更详细的记录视角，感受漂流中发生的更多故事。视频到这里已经很圆满了，但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在全球漂流里，怎么能没有中国的照片呢？Hello，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唐僧。那么东八区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其实是以东经120度这个经度的时间为标准的。所以我在北纬31度、东经120度找到了这个天净阁，在今晚的6点到7点之间拍摄一张1个小时的长曝光，记录下东八区的东经120度的天净阁在晚上6点到7点这1个小时的所有的时光。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能不能成功。朋友们，一张1小时的长曝光即将开始。我怎么想了这么个有病的主意？冷死我了，冻死我了！哈哈哈哈哈！勒克斯真是个行为艺术家，但是把我冻成狗了。你们还不赶紧给勒克斯一个1键3连？曝光完成。我们来看一下。3套哈苏叉 2D 用时400天，历经15万公里，在25站机主和万千网友的共同支持下，我们完成了一项在摄影史上乃至互联网历史上都前无古人的创举。诚然，这次的漂流还是有一些遗憾，比如像是非洲的一些国家以及南美洲，我们的涉猎都不多，但我们依然是看到了无比包罗万象的世界，也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生。我一共收到了上千张照片，由于视频时长无法一一展示，那么和上次全国篇一样，我依然会把这些照片上传，各位可以在视频简介看到它的链接，去尽情感受1亿像素视角下的所有照片。与此同时，我也在筹划一场线下展览。上次的全国篇漂流之后，我在798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展，但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一度排队排出去100多米。那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线下体验，我这次直接来了个大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后会线下展览的这个场地，金度艺术中心。那这个场所也是我找了好多家对比之后觉得最合适的。那从这走进来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空间，这个场馆比我们上次的那个线下展就大多了。25站的这个照片都挂在墙上，包括在中间可能会放一个大的地球，一览无余的看到我们的漂流的路线还有地理位置。那包括就是这个场地里还有一些额外的小房间，那可能我们在这些房间会放漂流的那台哈苏相机在这儿，那甚至可能各位有机会可以用它来拍一些照片，留下一些现场的纪念，给大家一个更加丰富的线下观看的体验。当然我们这次的展依然是免费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来看。因为涉及布展和策展，所以我们把线下的时间放在了5·1期间，到时候我会发具体的介绍，欢迎各位来现场，更近距离的感受漂流相机。看完这么多照片，不知道各位是否和我一样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最开始我想发起漂流，是因为有很多人他热爱摄影，但是却没有条件去用好的设备记录和创作。我想给他们一次可以尽情享受拍摄的机会，看看他们会拍到怎样的照片。但后来我意识到，摄影的本质并不在于用什么设备，而是一次次踏上未知旅程的这整个过程。我们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的活动范围，可能就是在家、学校、公司之间几点一线。而这颗星球上还有太多美好的地方，可能我们这辈子都不会亲自去踏足。但在20几位机主的镜头里，我们的视野因为有他们的跋涉而得以跨越万里，折叠时空，就像拥有了瞬间移动的超能力，在短短一期视频里穿梭整个地球。这些景色只是看着都会让人心潮澎湃，仿佛有一种来自基因的共鸣。其实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下对未知的渴望。中国古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西方大航海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探险家前赴后继地探索新世界。可以说开拓的精神从始至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我们始终渴望走得更多，看得更远，而影像正是人们无尽开拓的最好证明。摄影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探索，而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诚然，在跋涉的路上总是充满险阻，但也不要忘记，无限风光在险峰。希望漂流相机可以成为各位人生路上的一点动力。那么漂流相机全球篇到此圆满落幕。那么话说回来，我们第1季是全国漂流，第2季是全球漂流。那如果漂流相机有第3季的话，各位说说得怎么漂呢？那总不能上太空吧？这个我目前也没想到一个特别好的 idea。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